最近阿肥收到了一个厂商寄来的东西，开箱了之后让我有点讶异，哈，就这样，我有点傻眼，你们知道吗？那边那个厂商当时跟我说，他们要寄桌子给我，我想说，哦，好啊好啊，那阿肥就试试看嘛。结果呢，他们只寄了3块板子，就这样，我傻眼，他就寄了3块板子给我。那时候他们跟阿肥说，这个叫做 iSwift N 便携隐形折叠桌，然后阿肥本来觉得说，折叠桌应该是跟那种支架折的一样，结果我一开箱的时候只有这3个而已，傻眼嘞！你不觉得这个外形还比较像什么？好折腾！秉持着厂商寄来的东西，阿肥都一定会实际去测试过。那我实际测试了之后啊，这个折凳啊，这个隐形折叠桌啊，我真的觉得它有一些地方真的还蛮好用的。原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鸡肋产品，你们知道吗？结果它分为大、中、小3个 size，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还蛮好用的，而且我觉得我会蛮常用到它的。第一个使用情况，阿肥在床上的时候，阿肥在床上的时候，我会把这一个最大张的这个桌子，摊开来放在床上。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可以放那些吃的、喝的遥控器在上面呢，可以放笔电，可以工作，可以做很多的小事情。那你如果单纯只是在床上的时候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因为床都是软软的嘛。那有了一个桌子呢，它就会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的中型的 size， 这个呢，我会一直常态性的之后会放在车上。有没有看到啊？我坐在驾驶座的时候，我坐在驾驶座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卡在我的腿上面。最近呢，其实疫情的关系，阿飞有时候啊不太会在外面的餐厅直接吃饭就是有时候小吃买来之后，我就会坐在车上吃。那时候呢，就是直接放在腿上啊，不然就放在副驾。可是有了这个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卡在我的腿上，然后呢，有没有充满仪式感，而且很方便。即使你不放在你的腿上，你如果副驾有人要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也可以放在那个排挡杆这个位置。直接变成共用的餐桌。那最小的这个阿肥觉得它的便携性是最好的泛用性也是最高的。因为一个 A4 影印纸的大小，那就这样子打开来，我可以去图书馆，我可以去外面餐厅吃饭的时候，我直接放上来，放上书本，放上那个电脑、手机，这些都是可以的，并且这个的 size 直接这样子，它可以变成什么？笔电的支架，它就会很方便，所以我觉得最小的这个便携性是最高的，其他都是适合在某一个定点这样子使用。过来说到它材质的部分，它这是有点像羊毛毡的那一种材质啊。那这种材质大家是会觉得，会不会很不耐脏？阿飞有实际把它弄脏，然后呢去把它刷洗，用中性清洁剂把它刷洗起泡，然后冲干净之后直接让它晾干，没有产生脱胶的状况，而且也没有看到羊毛毡炸掉的状况，一切也是恢复正常，这是可以直接水洗 OK 的。至于它固定的地方呢，你们看到这个，它是用魔鬼毡在做固定的，这个应该是热压型的魔鬼毡，跟一般的那一种直接粘上去，然后你可能撕久了几次，它就会脱落的魔鬼毡不太一样，所以以强度来说，阿肥有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折，因为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把它弄坏？如果我把它弄坏，我就不介绍了。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既然强调便携，然后又敢用这种魔鬼毡的设计，那它一定要有一定的耐用性。经过阿肥的实测，真的是暴力实测我就是一直这样子然后一直这样都弯成这样了，它也没有断掉而且你们有看到阿肥用那么大的力气才能给它折下来，表示它的这个支撑魔鬼毡的支撑非常的良好非常的良好。那官方给出了它的限重大概是5公斤左右，阿肥是觉得大中小的这个承重的重量有所不同。不过放笔电或者是放一些你需要的临时急需的东西是
绰绰有余的，不会说你压下去之后它会造成断掉啊、歪斜啊、撑不住的状况发生。所以整体上来说，我是觉得非常的好。说认真的，在阿肥测试之前刚说到这3块，我就觉得说哇，这3块板子而已，然后就要卖上千块的价钱，是不是有点贵啊？但实际上使用之后，我发现它的场景泛用性真的还蛮高的。这3块我应该是会留下来自己使用，因为阿肥在这阵子测试当中，我已经觉得说，还蛮好用的，因为我可以放在床上，我还可以放在车上，然后有一块如果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把它带着，是很方便的，只差在一个还不能坐而已，变成好折凳。那说到这边呢，既然那么好用的东西，阿肥有帮你们，没错，凹到一个这个小的这个 Ice with N 的便携式隐形折叠桌，来抽奖送给你们。我凹到一个啦。那只要你们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分享我的影片出去，然后呢，在影片底下 YouTube 影片底下留言，我想试试 Ice with N 便携隐形折叠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一个最小，我觉得最方便的折叠桌啦。那这边要提醒这个抽奖会跟他们厂商正式发货的时候一起寄出哦，一起寄出哦。好，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按赞、订阅、抽奖，打开小铃铛，追踪我的 IGFB， 每周1跟每周4晚上6点准时上片。我是阿肥，我爱你们 ，See you later， 拜拜。一堆人说我又变胖了。